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前一阵呢，我每一次发开箱影片的时候呢，都会有朋友留言说：“哎呀，你家里面怎么放得下这么多鞋子和包包？”哎，还真放得下。那是因为我从今年9月份开始呢，就一直忙着在断舍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只是我某一次断舍离的成果。所以这些衣服、鞋子呢，都捐掉或者是卖掉之后呢，我的衣柜和鞋柜里就空出了一大堆地方啊。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长影片，看看我到底断舍离了哪几类单品，为什么要断舍离它们，以及我的替代方案是什么，非常的有意思，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摸我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太适合自己风格的单品哦。那首推呢就是 Celine 这支 Ava 包包。那其实这支包包呢，我已经看上蛮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当时呢有很多明星博主都在背这个包包，看了也蛮心动的。那这个包呢是我今年初买的，那当时呢，我就是随意走进了一家 SOHO 的 Celine 专卖店，也没有想要买这个包，只是正好看到有这个包包，而且是我喜欢的配色。当时可能是因为过年的时间吧，所以呢，钱包就忍不住在跳动。我一冲动就把它买下来了，但是我买回来之后看了一下过去的1年背的次数大概也就2次吧，因为它真的太小了。我日常很多东西都放不进去，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跟我的风格呢是完全南辕北辙的。这个包包呢比较适合甜美一点的、可爱一点的软妹子，而我这种呢本身就长得比较高大威猛的这种姐姐类型其实跟这个包包呢是有相当程度的违和感的，所以我纠结了蛮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决定把它给卖了。而且这个卖的过程也蛮曲折的，很多二手平台都不收这个款式。最后呢，我在 Poshmark 上面挂了好久才以不到一半的价格把它给卖掉，我的心在滴血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的 learning 就是千万不要被那些明星或者是其他博主的穿搭所影响那可能他们穿的是好看的，但是在我自己身上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不要被别人轻易的影响尤其是高单价的单品千万不要冲动下手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我一定要重复3遍以后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那如果很贵的东西呢，不如回家好好考虑一下，最近的10套穿搭里面是不是至少有8套能够配得上，是不是真的喜欢，至少睡一觉起来再做决定，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走进去就直接刷卡了，真的当时是脑子进水了。那么卖了这个包之后呢，我的替代方案就是这个 Old Celine。 怎么又是 Celine？ 感觉我在 Celine 这个品牌里面走不出去了。但是这个包呢，就是一看就知道明显是我的包了，因为它容量很大，皮质呢也非常的好，低调有质感，颜色也很柔和文雅背上身呢就特别的有气质，有松弛感，但是又不失那种摩登都市范儿。哎呀，背的人又很少，也没有网红感所以这种包包才是适合我自己的包包。所以通过这个 Celine 包包的一进一出，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观点千万不要跟风一定要买适合自己的东西。第二大类呢，就是太重的外套我有一件很喜欢的红白格纹外套，是我几年前呢在布鲁克林一家 vintage 店里面收的，当时特别的喜欢。它的内里呢有2个夹层非常的厚，很保暖。但是我历数了一下，过去2年穿的时间不超过2次因为一方面呢，其实这个颜色是蛮难搭配的，而且款式呢也是比较过时的，最重要就是它很重，穿上身呢就有一点点像盔甲。而且尤其你到了室内，比如说逛街的时候，你把大衣脱掉挂在手上那种感觉就跟举铁一样，手臂吃不消。所以呢，我今年呢就痛定思痛，把这件大衣给捐了。真的，我跟大家说，年纪上去了之后啊，真的口味就会发生变化。年轻的时候，外套的重量根本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啊，但是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外套重不重对我来讲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是2个。第一呢，就是买短大衣啊，比如我这一件新收的 Moco， 那坦白的说，从单纯的重量来说，它并不算很轻的，但是因为它是短大衣嘛，所以再怎么重呢，也是有限度的。而且好的短大衣啊，不再像我年轻时想的那种会穿成麻将牌那样，完全不会啊，还是很能够穿出时髦感的。第2大类呢，就是我最近新收的优衣库的 Puff Tech 系列，也就是空气棉服，因为它真的很轻很轻很轻，而且很保暖。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件马甲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单穿呢就很时髦了，也可以作为大衣的内搭，也就是中间层啊，等于平白无故呢给大衣又多了一层，但是外面看的又看不出来，一点不臃肿，而且很轻巧。那还有就是这样的空气棉的航缝外套了，这2件呢我最近也是经常穿，因为它很轻啊，所以比起那种穿着像举铁一样的大衣来说呢，我最近就是更偏爱这种实用型，穿着舒适度更高的外套了。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太小的衣服呢，我今年也断舍离了很多。比如说这一件呢是 Ferragamo 的一件毛呢的外套，是我4年前在一家 vintage 店里面淘来的。我当时特别爱它的面料，还有这个拼色，看上去就很高级。其实当时我是觉得有点小了，但是呢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以前的衣服嘛是没有 oversize 这种说法的，都是比较合身的款式。而且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50买下来的，觉得特别的得意啊。但是在过去的4年里面，大概我穿的次数不超过4次，因为我每次穿都觉得好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而且它的长度呢也是偏短的，整体上身就感觉不像我的衣服，像如果我有个妹妹的话，就像妹妹的衣服那样，就是布型太小了，很拘束。那还有一件呢，我今年断舍离掉的就是 COS 的这一件真皮的衬衫。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很爱这种皮质的衣服哦，所以这件真皮的衬衫，当时我看到打折，就心中一片窃喜哦。但是很可惜，打折的时候呢，只有6号。我觉得应该我能穿得下吧，再瘦一点，说不定穿出来效果会更好，所以我就买了。结果买回来就穿过这一次哦，因为真的很紧啊，尤其是这样真皮的衣服就会箍在身上，很难受。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我的胳膊就会明显发现胳膊很粗，也不是粗啦，就是胳膊和它的袖子呢就完全不成比例，都要把这件衣服给撑坏了的样子。那衣服呢它都是有自己的形状的，当你穿得太紧的时候呢，就会失去衣服本身的美感，更何况是外套。也正因为这2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从今年开始呢，所有的外套都是一律买大1到2个尺码。一方面呢，穿起来很舒服，尤其到冬天叠穿的时候啊，这样就完全不会拘束，活动自如。第2呢，是稍微大一些的外套呢，穿上会效果更好，更潇洒。比如说我这件 Dunster 的外套，它呢就是一个中码，因为它本身就是 oversized， 所以这个中码呢就等于像大码一样，但是我上身其实并不会感觉很大的。还有这一件 Madewell 的麂皮外套，我穿的是12号，美国尺码12号。要知道我以前穿美国尺码穿4号的，但是这件12号我穿上并不觉得大，而且内搭只是一件针织衫，就觉得差不多。真的，我跟大家讲，外套是要稍微大一点点，尤其是西装这种外套才会好看的，否则就是箍在身上很像教导主任。还有这一件外套呢是 Moco 的，我订的是 L 码哦，也是很大对吧？但是上身呢也没有觉得特别大对吧？真的，我跟大家讲，我今年呢外套买大了1到2码之后，就整体感觉穿搭的质感都上去了。真的，你相信我，不如试试看。当然了，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小个子的女生就会不开心了，说你这种个子比较高，当然你觉得没问题啦。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有个好朋友，他的身高是1.58米，但他很多外套的尺寸跟我的外套尺寸是一样的，你能相信吗？因为身高呢只是一个衡量指标，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你的身材比例，还有肩膀，还有你整体的气质风格等等。就大家不要急着说哦不行不行我不能，不如试试看哦。穿大一号说不定是会有惊喜的，不是说一定啊，我只说说不定你就会从此打开新世界，相信我。
第4大类呢，就是不舒服的鞋子哦。以前呢，我还能忍一忍啊，今年我真的是1秒钟都忍不了。比如说这双爱达的乐福鞋，我是今年初打折的时候买的，非常的喜欢。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厚底鞋的原因哦，再加上用料比较足，就非常的重哦。每次穿呢，走路都觉得举步维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日常比较喜欢走路嘛，所以平跟鞋穿的比较多，但是这样的平跟乐福鞋就失去了平跟鞋的意义哦，走路觉得非常的辛苦啊，我今年真的忍不了了。再加上它是厚底的嘛，而厚底鞋今年已经不再流行了，所以痛定思痛下呢，我也把它给卖掉了。还有一双呢，我已经挂到网上了，就是这双 New Balance 其实从外形上来说呢，我还是蛮喜欢的，但是重点就是我买的时候一不小心买小了，这个是 US8码哦，但是呢有一点点顶脚的，去年我还能忍忍，今年我真的不想忍了，就不舒服好吗？所以我也把它挂到网上了。所以今年下半年开始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啊，就是如果我是网购鞋子，我一般会同一个款式买2个相邻的尺码，留一双退一双，成功率就会很高。而且同一个品牌的鞋子，但是因为鞋型不同，有可能呢你就会选择不同的尺码。比如说我经常买的 Massimo Tutti 有的鞋子我就是穿8码，有的就是穿9码，所以吃不准的情况下定2个尺码，成功率会最高。严重过时的单品呢，今年我也狠心断舍离了。比如说，我有很多双马丁靴，而且大部分都是厚底的。一来呢，马丁靴完全不流行了；二来厚底鞋呢更加不流行，所以等于说是双重 buff 叠满啊。所以我把所有的厚底马丁靴都给处理了。还有一类呢，我之前也分享过，就是这样的9分裤，这都是我以前上班的时候穿的那些裤子，当时觉得很合身，很精神哦，特别的有那种白领女郎的感觉。但是今年拿出来看呢，就觉得特别的拘束，因为这2年呢流行松弛感嘛，哪怕是9分裤呢，也是需要稍微宽松一点才能够穿出2024年的感觉。所以我今年也是一咬牙一跺脚，把这类的裤子全部给断舍离掉了。那么取而代之的呢，我买的就是 COS 的这种香蕉裤吧，它大腿这里呢做的会比较宽松一点啊，那这样呢穿上去就会有足够的松弛感，也能够隐藏我梨形身材的缺点，而且上身很轻松。最后一类呢，就是有瑕疵的衣服比如说我有一件这个羊绒衫，我应该买了有4年了，当时买的时候特别的贵，我记得要300多美金我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那个时候 anyway 啦，是一个俄罗斯品牌，我都已经不记得品牌名字了。但是呢，我今年拿出来穿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胸前是有污渍的，我还送出去洗了，但是依然洗不干净，还是有污渍。当时呢，我就想，哎呀，这个衣服吧，反正是驼色的，没有人看得见，没关系，这么贵不能扔啊，还是得穿穿。但是问题就是，当我穿的时候，可能别人是没有注意到，但是我自己知道污渍在哪里，知道吗？所以我每一次穿这件衣服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就很担心别人能够看出来。所以到最后等于说让我自己觉得很难受。那到现在呢，我就真的不想忍了，所以我也一狠心把这一件羊绒衫呢给捐掉了。好了，一口气分享了我今年断舍离的5大类单品，以及我断舍离它们的原因和相关的一些替代方案。大家是不是蠢蠢欲动，准备去衣橱里面哗啦哗啦把自己的这些衣服和鞋子都要清理一下，断舍离呢？那么希望这支影片能够给大家一点点启发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这样才能够增加 YouTube 对这支影片的推荐的几率。那就先谢谢大家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